职棒休赛季的时间，我通常都去看什么比赛，度过闲闲没事做的假日。今年我依旧选择中信特攻，没比赛的时候再去看台新战神、桃园云豹飞将、伊斯特。你去年不是很爱去富邦勇士，怎么今年你都没有提到，甚至没有拍什么照片？先暂停一下。如果你是死忠的富邦勇士的粉丝，我建议你直接跳到下一个单元会比较舒服一点。个人是秉持着一票多吃，拍摄球员啦啦队，很不巧，动次席就是离球员超远。去年某场之后都无法在客队练习时下去 A、B 区拍摄球员，那我整场只能坐在动次席，是要罚坐看无聊的洋将比赛联盟吗？再加上寥寥可数的应援次数，如果不是对上领航员，真的没有太大的兴趣去看。最后我还是要说，打灯不是有亮就好。中信特攻去年 Sigma 28105那一支，对于整个场馆的灯光可是不留情面的嘴下去，但到了今年目前为止可以说是完全改观。虽然我的位置越来越差，但还是可以选择 B3、B4 拍 PS 的开场、中场赛后，也可以拍摄球员，一张票拍到好几种画面，划算。台新战神那票也太好买了其实和平篮球馆的灯光搭配红色直触就非常好看。排球目前这两队都是在北部，地缘关系所以选择，不然我也想去看连庄小魔女啊。评论排球没有，第一届真的没有什么好说的但有趣程度好像高于富邦勇士。不论是临场感十足的对抗节奏，还是血脉喷张的暴扣与精准的拦网，每一瞬间都充满着张力，应援次数打得越久，跳得越多，开场、中场、散场都是身临其境的近距离体验，而不是你以为公布的站位，结果不是实际的站位，没有安排下去 B 区的都下去了。或许这一台不是你的首选，但这一台是我更新机身的最低成本选项之一。一样，这一支影片的情境就是我平常拍摄的环境，不要跟我瞎扯什么婚摄、登山，我根本碰不到，也没有在拍的题材。你会点进来看，就是要看不同人的观点跟实际拍摄，而不是瞎扯一堆官方数据，没有实际的测试。单就 A74、A7C2 这一台 A75 又有什么值得让我带进场的优势？最满意的就是连拍速度，使用 V60 的这两张 SD 卡，未涨价之前的价格与写入速度的平衡之下，就是一时之选。机械快门的速度就已经可以达到每秒10张，电子快门更不用说，轻而易举就达到每秒20张左右的速度。那先看一下这两张图表，纯看机械式快门的每秒张数，都算是稳稳的保底每秒10张，应该不是记忆卡封印住了，官方也是显示每秒10张。Sony A75 没有无压缩的选项了，只有无损压缩跟 HQ 现在在 Lightroom 跟 Camera Raw 都还不能解开，真的是悲惨。如果不用自动对焦，每秒 170MB 写入速度的 V60 SD 卡足以给满每秒10张。那实际拍摄呢？我直接说达不到，但绝对比 A74 的每秒6张还好。实际拍摄先看看，先说声抱歉当时没有明确的记录下电子快门、机械快门的使用时段，原本以为事后可以透过 XF Tool 去解析，但数据上的快门模式栏位与实际操作记录不符，也加上预拍功能只有在排球场次才有特别记录，因此这一段资料只能作为参考。先看伊斯特这一组，小于等于1秒的没有参考价值，其余小于8张的后续看照片跟 Active 都有发现明显人为中途停顿感，而不是后面越来越慢的那一种。先把有预拍功能的关掉，接着单看1秒以上的拍摄，
Super 35开启有无会影响 FPS 吗？在我的测试下，我认为 Super 35的 FPS 下降曲线比较缓慢，2秒以上不论秒数 FPS 差异真的不大。确定使用预拍且有开启 Super 35的保底每秒20张，那现在我就抓出超过30张的这3组，平均 0.033 秒就会拍1张的速度，可不可以拍到球被打下去挤到的瞬间？FPS 50的这一组感觉有机会，但其余41、31的，拜托回家洗洗睡吧，这样的连拍速度是抓不到的。接着看台星战神的拍摄情境 ，Super 35的影响怎么跟伊斯特不同？这一情境我完全不确定有没有开到预拍摄，比较根本不准啊，所以只能看 RAW 或 RAW 加 JPEG 的影响是多少。排序录制使用的 SD 卡是 Samsung Pro Ultimate V30， 写入速度是每秒130 MB。这边顺便说明啊，我不太常使用 SanDisk， 纯粹是它写入速度超慢，一次拍2个档案确实会影响，但我觉得还好，除非那一天要拼速度去直出啦，不然我根本不会使用。有些人可能会说这一次的自动白平衡比较好，那我们先看一下官方怎么解释。透过深度学习技术进行光源色彩估算，大幅提升自动白平衡的效能。A75 在传统自动白平衡系统容易判断失准的环境中，例如同时包含不同肤色、直批、阴影等元素的场景，也能提供更精准且稳定的白平衡哦。在一些简单灯光设定下的环境， Sony A75 确实表现不俗啦，但如果很复杂的舞台灯光啊，依照我的标准，跟 Sony A74 相差不远。反而我觉得 Sony A75 测光的准确度比较值得提出。当然一个爆闪绝对招架不住，在连拍速度设定 H 加下 0.4 秒就可以修正回去，算是令我满意，但还不到惊艳。令我惊艳的是新的风格外观 FL3， 近期认为可以在和平篮球馆内指出的设定，虽然不是单单使用自动白平衡，但能够在设定好白平衡跟白平衡偏移之下，就可以达成在我审美观线上的照片或影片。如果要我说一个缺陷，就是我感觉风格外观的设定导致 Auto ISO 测光出来的数值加成上去会过曝或过暗，是有一些麻烦，一定要重新去调整。那拍摄没有什么移动的啦啦队，他们就及格以上不会有太亮或太暗的问题。我知道每一台同位阶新的机身对焦一定会有所提升，显著与否纯粹看品牌的良心在哪。我这边是使用对焦变换速度、对焦变换灵敏度都调整成最快。位置上虽然有些差异，但同样都是使用中间固定的对焦。我是没有感受到明显的差异，那直接看对焦区域，看实际画面是如何的跟随，印象中跟随绝对是超过 Sony A74 啦。至于 A7C2 我不好说，那可以发现
拍摄啦啦队根本轻而易举。以下我就放一些片段让大家参考看看。看到这边，你可能会认为我怎么没有提出 4K 60帧无裁切啊？我觉得这就没有很重要啊，只要有 excellent 以上的镜头，不要太扯，没有对到焦，放在 Instagram 或者你们那种后置方式下，根本不需要好吗？这边都是放上平面照片去证明无裁切不重要。如果放影片会有 Steady Shot 放大倍率的问题，很麻烦。理性的讨论啊。我的位置不需要，你的位置也不太需要。看一下这些焦段啊，球员啦啦队全部都不需要无裁切啊。当然，如果你就黏在他们座位后面，可能需要啦。我知道现在在看的你们跟我都不会有那些位置，所以放心。我反而觉得最重要的是 4K 120帧啊。如果放在30帧的影片，就可以放慢4倍，不用去做运算补格。那些补格的影片看起来非常的不行，很像狗一坨奇怪的东西到画面，很不舒服啦。不是动态模糊那一种，就是这样的效果。那有些人喜欢，我不喜欢。如果你已经是要慢动作播放，那我会不完全的遵守快门法则，我会提高一些快门速度，在慢动作逐格的情况，尽量减少模糊感，但也要在正常播放下不要有太锐利的切割感。那接下来就放上所有的 4K 120帧的拍摄影片。说到裁切，那就会想要知道各个 Steady Shot 搭配各种 H.265 影片格式。跟之前一样，使用 Python OpenCV 去抓比对点，再去看放大的比率是多少，可能存在着些微误差，数据仅供参考。在我拍摄的情境下 ，Steady Shot 就是偷距离的小撇步。测试没有改设定中影像画质录制 4K 影片视角优先。这边先跟之前 A74 测试出来的数值快速比较，全片幅切 Super 35的放大倍率比全片幅开启 Dynamic Active 还要小。简言之，就是全片幅切换 Super 35没有像之前会放大 1.5 倍，也有可能是 4K 影片视角优先预设的原因，我不确定。Standard 跟 Active 差了 1.13，Active 跟 Dynamic Active 差了 1.3， 整体的放大倍率都变小。好处就是时代在进步，终于不用裁切这么多去做稳定。缺点就是不能再放大2倍了，它已经绝版。如果要偷吃最多距离的话，请使用 4K 60帧，开启 Super 35加 Dynamic Active。再次提醒，切换 Super 35压缩感不会改变。总结，在我的测试环境中，以我的观点来看，请先认清楚你到底是在拍什么。你的拍摄只是要跟你支持的女孩说，我今天有来拍，我有帮你拍，我是打卡式的拍摄。那我觉得你可以省下这笔钱，因为你的目的跟升级机身没有任何关系。当然，如果你觉得氪金器材可以吸引到更多女孩注意，那就买吧，反正钱在你手上。我觉得拍摄球员必须绝对马上换。决定性的瞬间，保底每秒10张以上，还有预拍功能，这情境才是需要用器材去补足。拍啦啦队真的用不到，也不需要。但也不是说游泳这台机身就可以拍到决定性的瞬间。那你把旗舰机身跟摄影师的技术放在哪？这一台就是预算在中阶机款徘徊的使用者，这一台就是你目前最适合的选择。至于你要问 R63 或 A75 哪一台好？我还没使用过 R63， 所以没办法做云评测。谢谢。不知道什么时候的下一集见，拜拜。